围困一支军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？那就是给他们的井里投屎，断其水源。风九从暗中冲出，一刀将站岗的士兵砍成2截。营帐内的士兵听到动静出来查看，瞬间就被铺天盖地的箭矢射成了筛子。风九提着人头，宛如修罗一般，边跑边吸引注意。另一边的信长也开始带着精灵们突袭，用车和木桩将出口牢牢围住。精灵们射出火箭，整个村子都陷入一片火海之中。等到士兵们冲上来，就齐齐射箭。拙密的攻击让士兵根本无法靠近，射向他们的箭矢上沾满了屎，满是细菌的箭头插入体内，如果不尽快用水冲洗，就会得破伤风。然而他们已经没有水了，水井里都是粪土。士兵们这才明白，这个村庄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。火焰和箭矢很快让这群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自乱阵脚。风九扛着长刀一路冲入阵地，直取敌将首级。指挥官被砍头，士兵们吓得丢盔卸甲，仓皇逃窜。打退了军队还不算完，他们还有乘胜追击，将领主的城池攻下来。至于那些逃到森林中的士兵，则是遇到了羽翼的弓箭小队伏击全灭。领主为了剿灭精灵，几乎派出了城内的所有士兵，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。奥尔特本国因为连年的战争，国内局势混乱，现在需要对所有殖民地进行掠夺。在精灵族导致所有殖民地叛乱之前，必须要消灭1-2个村庄来杀鸡儆猴，关键时刻还可以死掉几个女性人质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了士兵归来的消息，领主焦急地打开城门放入士兵，询问他们是否真的发生了叛乱。而士兵们将头盔一摘，赫然是漂流物和精灵族们。领主惊呆了，他的军队去哪儿了？问出了被抢女性的位置后，风九带着一部分精灵冲入塔内，见有士兵弃械投降，风九还阻止精灵下杀手。杀害手无寸铁之人是战士的耻辱。然而这个铁则在风九踹开关押女精灵的门后，被他亲手粉碎。精灵们被士兵们折磨得浑身是伤，奄奄一息。是他搞错了，这座城里的人都是粪土，要赶尽杀绝，斩草除根，杀光这座城里的所有士兵。城池被攻陷后，信长指挥精灵们收集所有地图和档案。城主内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，此人是创造了奥尔特帝国的国父，60年前突然出现，煽动了酒馆的群众，凭借出色的演讲技能和人心掌握术，掀起起义大旗向首都进发。但在建国之后却突然自杀了，原因到现在仍旧是谜，不知道到底是漂流物还是废弃物。这个胡子和首饰，莫不是那个什么翠的西姓领导？精灵突然冲进来，惊呼大事不好！风九把士兵拽到庭院，要全部杀光。信长一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精灵族的所有女性，每到繁殖季节就会被人类掳走关押，并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犯。发现这一点的风九火上心头，要杀了所有士兵。信长不认同赶尽杀绝这种事，不能让正直的风九去做，所有脏货和歪门邪道都是他的使命。风九只需要保持那份正直活着就好了。士兵们都被集中在了庭院里，看着被侮辱欺负的同族，精灵们纷纷张弓拉箭，要求风九下令。信长突然一枪杆子击晕了风九，代替风九下令将士兵全部杀光。不是一心想把精灵全部消灭吗？那么反过来被消灭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吧。等到风九爬起来，士兵们已经全部被射杀了。信长得意地向风九炫耀着自己至今为止的功绩，这种肮脏的事他要做还太早了。风九沉默着一拳将信长打翻，那种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？精灵们最终放过了一个坚称自己什么都没干的新人士兵。城堡攻陷之后开始收尾，士兵们的头都割下来，身体拿去造火药。漂流者帮助精灵保护村庄并袭击了领主朱棣的消息，跟随着被解放女精灵传遍了周围的村庄。同时还有信长写下的极富煽动性的檄文，被压迫的精灵们纷纷回应起义。精灵族的领地也逐渐从奥尔特的支配下脱离了出来。奥尔特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，贵族院正在召开总作战会议。远征军队打了败仗，北方又是黑王的军队，再加上精灵族的叛乱，国内连年征战导致士兵严重不足，殖民地的税收和掠夺也已经到了极限。一部分人于是考虑起了求和。就在此时，浓妆艳抹的圣日耳曼伯爵出现在了贵族院。要说这个人妖可不简单，他是拥有帝国1/4的巨大贵族，在国父建国之初第一个倒戈投降的贵族。有传闻说，如果不是他的倒戈，奥尔特帝国都不可能建成。从那之后，就再没人敢对他提出任何意见。圣日耳曼给他们带去一个好消息，他们往西方战场运输物质的船队被发现击沉了，出手的是古兵联合商会的夏伊洛克舰队，而他们的提督正是山口多闻。国外局势严峻，听说精灵族也掀起了反叛的旗帜。贵族们认为农奴的暴动无关紧要，更应该重视西方的战况。圣日耳曼就知道这一群人都是蠢材。奥尔特帝国是单方面往周围扩张的国家，发生了叛乱就代表着不仅仅是精灵族，而是所有殖民地的不满一起爆发出来，很快就会像止不住的野火一样爆发超大型的叛乱。叛乱又位于西进军必经之路上，处于西方的国家主力军就会与本国相隔绝，这个国家绝对会完蛋。发现这一点后，圣日耳曼当场卷铺盖宝路，让人立刻联系精灵族的叛军，他要亲自接触漂流者。越来越多的精灵族前来投奔风九，但信长却和风九闹起了矛盾。信长原本打算推风九
九当叛军国王，但风九却把制度从君主专制改成了民主合议。风九有着自己的打算，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现在精灵族一定会跟着他们，但是难保不会有一天将箭头对准他们。谋反的滋味他还没有尝够吗？信长当然不想，但是他说的话就一定会做到，他绝对会让风九成为王。之后信长又为了制作火药倒腾起了粪便，火枪的制作工艺太过复杂，估计只有天生擅长铁器的矮人族能制作。羽翼和风九分别教制了精灵族剑法和刀法，最后发现精灵们全员都是射箭的天才。深夜，几人突然感受到远处传来躁动的气息，一场战争即将到来。月亮被一只巨大的眼睛代替，以贞德为首的黑王军队正以杀死漂流者为目标朝着这边赶来。贞德火烧费城，逼出了漂流者。信长紧急将女人和孩子转移到森林里，带着精灵们去击退骑士团。吉尔德莱交给羽翼，贞德则对上了风九。吉尔德莱挥舞着巨大的十字架，瞬间炸毁了整面墙，羽翼也只能暂避锋芒。风九第一次接触会妖术的废弃物，本来还想和人家多聊两句，然而贞德完全不想和他交流，一路追着风九烧。风九很快被烈火围困当中，眼看凶恶的火焰朝他烧来，奥米尔及时出现，施法竖起石壁挡住了火焰的攻势。保护废弃物是十月机关的使命，风九趁机扛着奥米尔逃到安全地带，他身上的符咒只剩下2张，而且学艺不精，帮不上什么忙。风九真诚的低头行礼，感谢奥米尔救了自己，当场把小女生撩得满脸通红。虽然贞德的火焰非常危险，但风九的直觉告诉他，对方的战斗经验很少，就像是在向某人炫耀自己的力量一样，取下初次战斗的敌人头颅容易至极。风九让奥米尔按照自己的指挥放出石壁，然后赶紧逃走。和吉尔德缠斗的羽翼发出了畅快的大笑，而他的前主元义经就在暗处围观，他的箭矢已经有好几支射中了要害，但吉尔德莱仍旧没有倒下。信长带着精灵们在森林中埋伏骑兵，骑兵很可怕，但一旦到了森林里，就连步兵都不如，树木会限制他们的行动，一点障碍就能让他们停下来。只要占据高地放箭，骑兵一眨眼就被消灭殆尽了。信长回想起了曾经的战斗，强大的骑兵被拿火枪的杂兵打败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，他都要在这里制造大量的火枪。为了逼出躲起来的风九，贞德几乎要放火把整座城给烧了。见到风九主动现身后，贞德立刻截断左右去路，却没想到风九不但没有逃避，甚至指挥奥米尔竖起高墙自断退路，然后趁着贞德朝他放火之际，借助第2道石壁的冲击力弹射而出，越过火焰，狠狠将贞德踹进了水井里，居然把原本用于防御的石壁当成了进攻的发射台。奥米尔心中大受震撼，虽然被告知过武士不可理喻，但眼中只有敌人的手机和公民的人，不顾一切的人，不就和废弃物一样了吗？落入水中的贞德回想起自己的过去，他受神的指引，女扮男装加入军队为法国而战，却被当成魔女处理火星。垂危之际，是伊贼将他带到了这里。风九一把拎起贞德，发现是个女人后，顿时失去了兴趣。他完全不在乎贞德嘴里的什么法国什么基督，脑袋里只有功绩，而女人的头是当不了功绩的。现在只能期盼着羽翼能砍下吉尔德莱的头了。挥舞着巨型十字架的吉尔德莱非常难缠，即便被戳下了眼睛，也没有半分动摇。羽翼一个不慎就被勒住脖子，信长马上指挥精灵射箭救人，但对方就像是不死的怪物一样，身中数箭仍屹立不倒。一辆马车从远处飞驰而来，基德掏出机枪，彻底打碎了吉尔德莱的身体。但即便如此，吉尔德莱仍旧在地上蠕动挣扎着，想要拿起武器，直到看到黑龙出现救走了贞德。被处以火星的贞德无法上天堂，只能前往地狱，那他就会跟着贞德前往地狱。但是贞德没有去地狱，而是来到了这里，那就让他先走一步，在地狱等着他的战友。贞德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吉尔德莱的身体化为灰烬消散，奥米尔跑来和黑发少年打招呼，而少年正是奥米尔的师傅，10月机关的首领，同为漂流物的大阴阳师安倍晴明。